哎，你说如果找了个外国人，这夫妻之间到底怎么分零花钱？真的是 AA 制吗？是这样的，她最近吧老管我要钱，我问她干啥呢也不说，告诉我过一阵自然就知道了。那我不可能给呀，我没给。然后她实在没招了，跟我坦白了，说想植发，我要头发，让我这边也出点钱，就她主植，我扶植属于。我说植发这玩意儿挺贵的，你们外国人不都 AA 制吗？我给你植一边，她就抗议，她说。我现在不是以夫妻的关系和请求你，我是在以雇佣关系要挟你。我此刻不是你老公，我是你张彩良旗下的头部艺人。平时你发视频评论区我挨个看挨个翻译，大家爱的是我。在你的视频里我是顶流，我植发这2万块钱你要非跟我 AA 制一人一半，那你600多万粉丝你也给我一半，我自己单飞，我自己单飞。我一听我感觉就莽撞之中又有一丝道理，我说行，咱俩可以去就面诊一下。这个面诊的意义呢，就首先是要鉴定你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发。结果我们一进屋，医生看了一眼他脑袋，直接免试了。我说医生这么快呢？那脑袋你看一眼你就看着病根了。医生说我看着我牙上粘块酒，粘块酒。我一看他这情况病的也确实很重，我寻思要不给他植了吧。结果呢价格比预想的还贵，因为啥呢？人医生解释了，植发这个事儿吧，属于把一个地区的毛囊转移到另一个地区，就可以这么转。也可以这么转，所谓拆东墙补西墙嘛。但是他呢，就西边的确很需要墙，但是东边又很不要墙，就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没有给予的能力。那么呢，就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从身上其他的部位，比如腿毛摘下来往脑袋上补。但是呢，问题又来了，大胖媳妇的腿毛是直的，鬓发是弯的，而且呢，不光是她，就人的腿毛都是不长的，就那么长，这样植出来呢就比较参差，有长有短，有直有卷。你说那我能给他植吗？最后得花我不少钱，植出来一个泰迪和八哥的串儿，那种感觉，那玩意儿谁要呢？我家已经2串了，我觉得不值，没给他做。这事儿呢就暂时过去了，谁也没提。结果最近呢，突然间就挑事儿，说我给翟奥达的零花钱太多了，孩子不懂得珍惜。他说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以后咱这家里都是就按劳获取，都以做家务赚钱。哎，谁也别白拿，每个活都有每个活的报价。洗衣服了、刷澡盆了这种水活10块钱，擦桌子了、扫地了这种汗活5块钱。媳妇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一听我觉得也有点道理，我说行。结果这一家，我的天，都是财迷呀，干活干飞了。大胖媳妇这一干活，就恨不得整个大中华华语区全都听见。而且现在在我家这个接活、揽活、倒腾活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。大胖媳妇揽完活给翟奥达，翟奥达接完活在下方给拿铁。姑娘，你这么扫，到处都是灰，声还大呢。弟弟不喜欢噪音，用这个滴水大白洗涤机，母婴机的噪音特别小。中国的家长和你爸不一样，我们付出劳动讲究一个默默无闻，关键它零扬尘。像咱家有你还有你弟，就得用这种零扬尘，添置个大白，少吸点尘霾。但是晚上，刚才我女儿跟我说，妈，我这一晚上我刷了那么多碗，洗了那么多双袜子，虽然是新的，我爸都搁那摸鱼，我拼死拼活给你干的，完我就挣3块钱，就3块钱，3块钱够干啥的呀？我稀罕不？我说不对，姑娘，谁给你的这个报价呀？他说我爸呀，他说你就给的这个报价，水活1块，汗活6毛吗？我说姑娘啊，你可长点心吧，咱俩还巴巴跟人算账呢，结果让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加菲给算计了。我是中介，我收服务费。哎，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中国独有精粹，别的地方都少见，那就是秋衣秋裤吗？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，那老太太们不管多大岁数，一年四季露着他们痛风的小脚脖子。我老公他们一家人也是嘛，在加拿大一到冬天，上身全副武装，但是下身依旧是大裤衩子配凉拖。我婆婆前年斥巨资给自己买了一个就加拿大鸟的衣服，然后跟我说，效果一般，还是冷。预算还是不够，绒毛还是不厚。我说你冷就是因为你那个额底下露，额底下露。他们呢也没有什么风湿啊、着凉这种说法，反正他每年一到冬天，从腰到脚全疼。一回家为了缓解疼痛，打开冰箱就一桶冰淇淋，然后可怜兮兮的跟我说：“我觉得我的身体要扛不住了，我们都需要那种不上班的带薪补助，压力太大。”我说温迪啊，你一共上了6个小时的班，还有4个 coffee break， 你最缺的不是带薪补助。是带皮棉裤，带皮棉裤。我老公那就更是了，常年大裤衩子。我妈这不入秋了吗？怕他冷，给他整了一套秋衣秋裤，他不穿，跟我说，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这事儿你知道啊。我现在回国了，我还是不会用蹲厕。我上厕所本来就需要把所有衣服都脱了挂门上。我虽然缺作品，但是我现在识别度很高，那玩意儿能少挂还是少挂呗，我也不能轻易丢人。我说你缺的是作变，不是作品。关键是你上厕所衣服挂门上这个事儿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他们在乎的不是门上衣服的分量，是门里雪人的朝向。他说不的，你这玩意儿穿上有点显胖。我说你听我的，你的体型不差这一点。他说哎呀，我是加拿大人，我不怕冷。我说你忘了吗？8年前大过年的时候，他来铁岭，非得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不怕冷，晚上穿个大裤衩子跟我爸下楼下放鞭炮，回来之后冻直了，就嘎住了，人傻了，不动地方了。我爸和我爷整几床大厚被在门口给他裹上了，抢救回来的，给他往屋里抬呀，跟要侍寝似的。关键是吧，这不要抢救他吗？得给他捂回来，给他背卡到这儿，就露个脑袋，人僵了，躺份儿直，一动不动。我们寻思给他捂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等我们再进那个屋的时候，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人摆在床上，
大后背露个脑袋，身上僵直，地上撒满了一圈他刚才擦鼻涕用的卫生纸，呈小白花状。床头就是他的照片。我爸拿杯酒进去，想给他喝一口，都不知道往哪放，可能应该倒地上。我说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他说我忘了中国北方冬天有多冷。他整一套也行，而且你老说那秋衣秋裤不舒服，那是你没碰着好的。我老说内外最舒服，内外最舒服，这句话我是发自肺腑的。我贴身的老多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了，你看我穿这套又合体还不臃肿，又薄又贴身，一点不显胖。远红外发热的性能，再配上锁温的能力，我们的宗旨是不是光让你温暖，保温一天它都管。而且它特别透气，不是那种硬捂着憋着不透风那种感觉，找的就是一种温度上穿了，体感上没穿的越朦胧强朦胧的感觉。他说那我现在算不算掌握东方精粹了呢？我说秋衣秋裤只是东方精粹 1.0， 他说2.0是啥呢？我说是这样的。哎，我和我大胖媳妇前2天去体检了，您猜怎么着？你看她那么胖，除了有点脂肪肝，啥问题没有，正经可以对付很多年。反倒是我各种酶都高，全是小箭头。这个原因大概我也能猜到，人家就是开心嘛，心宽命硬嘛。我是一天到晚老睡不着觉，睡不着觉我就老头疼眼睛疼，然后就得老吃药，可能对身体就有影响。很多人看我的视频，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内心非常坚强、不受委屈的人，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内耗的人。所以我今天想认真的跟你们聊聊我自己减少内耗的过程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内心坚强、勇敢、积极乐观，每天一醒来满天都是花蝴蝶，快乐如小鸟那么一个人，你就直接划过去，对你就没啥用。我和我女儿分开这2年，应该是我人生最难熬的2年。每次一想到和她见面这个事儿，遥遥无期，没有盼头，我就整宿睡不着觉。睡不着觉呢，我就开始拼命工作。但是工作呢，有顺心的时候，也有参加比赛压力太大更睡不着觉的时候。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就是得吃药辅助我才能睡着。然后今年的前一阵，我老公和我女儿这不就回来了吗？我所有的快乐都回来了，肯定什么失眠、焦虑就都没有。但是你说就不是呢？这个原因，第一，就我和很多看我的妈妈们一样，我是家里的交通枢纽，啥事都找我。第二，就是我心理素质不好，我这个交通枢纽经常就拥堵了。就举一个例子，前几天有一天我出差录节目，原定是当天录完就回家，因为第2天我女儿要在中国第1天上小学，我要送她。结果那天呢，录制就有一些问题，我对我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。好巧不巧呢，工作人员把我的机票给订错了，我到了机场回不了家，搁那硬等着。我当时是又累又饿，然后我女儿给我打电话，发现我回不去，就开始哭，说那我不上学，我就得你送，我不去。我一着急呢，我就说了我女儿几句，说完之后呢，我更愧疚。然后这时候我的猪队友老公就上阵了嘛。呀，那个校车的校车点在哪儿啊？就是在马路的左边还是右边呢？那校服太大，我找谁去兑换呢？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当爸的他咋这么没有用呢？我又给他臭批一顿，批完我又觉得他有点可怜。这个时候我的妈妈又出现了。因为我爸我妈离婚多年，不能共处一室，见面就打。可以这么说吧，我爸我妈离婚18年了，各有各的生活了。但是他俩的战火和硝烟，至今在我的头顶弥漫，永不散去。现在我们在北京，姥姥是好姥姥，姥爷是好姥爷，都想过来陪孩子，但就是不对付，矛盾四起。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事儿，然后又聊起了我大胖媳妇，说她带孩子太含糊，没有责任感，得教育。说人别人家老公外边赚钱，里边顾家，你看你家这个要一头没一头。我本来刚才莫名其妙臭批我大胖媳妇一顿，我心里对她就有愧疚。现在听我妈再一说她，我这愧疚转移了，又跟我妈干一架。我妈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俩我真是心寒。”我说：“妈，对不起，我心烦，对不起。”我妈说：“你就是不知足，你还心烦。那别人家老公瘫痪的，孩子上不起学的，人家不活了。”最后，我女儿、我妈、我老公都去睡觉了，我一个人又睡不着了。我觉得我怎么哪个角色哪个关系都整稀碎了。然后我又想起了我的工作，我就想，如果哪天我还不好笑了，那你说我这个人就是一无是处。然后就越想整个人就不好了，你就是咔进死胡同里就绕不出来。你们是不是偶尔也有类似的情况？这种情况你说咋整呢？你找个人说说吧，你说你其实事儿也不大，人的悲喜本来也不相通，人家也不太可能，也没有那个义务去理解你。所以咱们从小就习惯性的把各种情绪憋回去。但你说憋回去了，这情绪就消失了吗？它不会消失，你的情绪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最后就像我刚才描述的情况一样，连环吵架，心烦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我当时就觉得不行，我这状态不对，我需要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。但是我以前也会质疑我自己，哎呀妈，多大点小事啊，还心理帮助，咋这么矫情呢？但我现在发现，你说情绪这个事儿，它真的是一个小事儿吗？而且你说什么叫矫情呢？就非得等着这个世界给你发一个焦虑许可证，说哎呀妈，你可太惨了，你可太惨了，你从此你有资格焦虑，你有资格郁闷，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不开心吗？我们的生活都不容易，我们产生任何负面的情绪都是合理的，都是需要疏导需要关怀的，不要觉得自己矫情 PUA 自己了。我呢，心理学知识我也学，书我也看，但真正心烦的时候，那个书起不到直接的作用。心理医生我也去，有用是真有用，贵也是真贵。而且有时候你真正非常需要的时候，你还得等到下周4。所以就在那段时间，我找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学产品，就是暂停实验室的情绪 EVP。我当时是咋知道呢？是我一个脱口秀的同行领着他妈一起做。我当时觉得，哎，我也想尝试，而且我呼吁所有的人都领着咱们的父母一起做心理辅导。我说句实话，咱们的父母如果都及时做心理辅导了，咱们今天可能都不这么急需了。这个暂停实验室呢，是一个为期25天的，在手机上就能自助练习的科学减压计划。我刚练上就非常想给你们推荐。不是说你练上了压力就消失了，内耗就不见了，打个嗝都是7色彩虹，从此就是个无忧无虑。
想要这种效果，你得上麻药，上麻药。它训练你的是你和你周围琐碎的、有压力的环境抽离。它不是上课，也不是心理咨询，是根据临床的心理学研究，把心理咨询里最好的技术提炼出来，然后做成了在手机上就能用的情绪训练。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跟周围环境抽离的这个情绪调节的能力，你得跟着它练才能练出来，就跟健身一样，它就是一个心理健身。每天2个10分钟的心理学练习，一个是正念，一个是情绪书写，时间自由，有网就行，而且还有前后测，能看出来练习效果。每天练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我就记得我练到10多天的时候，有一个书写练习，是把你的情绪和想法给它起名，这是帮助你识别和梳理情绪的。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我连环吵架那个情况，那个咱们就把它命名为十字路口大堵车。我在命名和梳理情绪的过程中，我能意识到堵车也不是我的错，谁都堵，放松。同时他帮你捋清楚是从哪儿开始堵，为什么堵的。那这个捋顺的过程中，其实车流就已经走起来了，也就不堵了。你把你的情绪这么书写一通之后呢，再叠加当天的身体扫描的正念练习，你就会非常直观的感受到你的身体、你的情绪到底哪儿疲惫。你真直观的感受完之后呢，也就轻松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人家主创解释了嘛，很多时候咱们那种失眠、暴饮暴食，都是因为你满脑跑火车，注意力不在你自己身上。咱们要练的其实就是这个，专注当下，不被情绪和想法轻易拐走。所以其实我挺感谢我当时做出这决定的。你们也是，当你感觉到情绪有个小感冒，你不要逃避它、忽视它或者去否认它，因为受苦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不管是因为什么，赶紧尝试科学的方法调整自己的状态。我其实一直觉得现在人的生活压力确实是太大，每个人都需要专业的心理服务，所以我推荐暂停实验室这个情绪 EBP， 因为它科学又实惠，一个周期几百块钱，其实就是一次心理咨询的价，你也不用担心在手机上练全机器人没人管你，全程有真人答疑，很周到，而且支持无限次复训。提醒一下，他们每个月就开训一次，下次的时间在这儿，小黄车下单还有50块钱优惠，试试看，我希望大家都能开心一点，我等着你们的反馈。